油脂大致上可以分成饱和脂肪跟不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里面又分成 Omega-3、Omega-6跟 Omega-9。那尤其在 Omega-3跟 Omega-9的脂肪酸，它对于身体能够提供我们的免疫机能也好，预防身体发炎的状况是最好的。那 Omega-9的油呢，包含了橄榄油、苦茶油跟酪梨油，这三者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Omega-9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里面像橄榄油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橄榄的多酚，苦茶油里面有很好的角鲨烯，都是很好的多酚类的化合物，它对于我们身体抗发炎的状况来讲是非常棒的。另外 ，Omega-3的油也非常非常重要哦，就是我们熟知的 EPA 跟 DHA。那一般来说就是来自于深海鱼。如果我们不吃鱼的话，还可以从亚麻仁籽跟坚果种子类来补充这些 Omega-3的好油脂。因为 Omega-3的亚麻油酸呢，在身体里面也会转变成 EPA 跟 DHA， 它对于脑部的运作啦，对于我们降低身体的发炎指数，甚至降低胆固醇，都有非常好的功效在。不过要提醒哦 ，Omega-3的油它事实上是比较不耐高温的，所以在储存上要非常的小心。尽量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或者是放在阴凉处，避免因为高温或高热造成它油脂的酸败掉。那如果这个 Omega-3的油脂因为没有好好的保存而酸败掉的话，反而对身体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哦。易遥哥，你身为专业的营养师、专业的品油师，刚好你来跟我们讲一下油要怎么用在菜肴上，好不好？好啊，今天会做3道料理哈，分别会用到橄榄油、苦茶油跟芝麻油。那橄榄油跟苦茶油事实上都是很好的 Omega-9的油，都是耐高温的油。不过呢，因为橄榄油它的风味特别好，它有一些它的果香在，所以我今天的橄榄油会来做凉拌。第二个是苦茶油，苦茶油本身也是很耐高温，而且苦茶油里面的角鲨烯对于胃的保养、肠胃的保养是很好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黄金蛋炒饭。接下来还有一个芝麻油，芝麻油它 Omega-369比例是很漂亮的哦，都有。然后呢，我们今天会把它做一个3杯杏鲍菇。好，我们这些蔬菜其实简单烫熟就可以了，因为烫太久反而它有点太软烂，甚至有一些营养素会流失在我们的那个烫的水里面。然后最后呢，我上面还会再点缀上几个紫洋葱。对，紫洋葱有很棒的硫化物跟花青素哦。那洋葱我们不需要烫，让它有一点点呛辣感，也是蛮好的。然后最后就把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油猪酱跟开心果把它淋上去啊，原则上大概是4:1啦，4是橄榄油，然后再加上1的那个巴萨米克柱，然后再放上一些坚果，那坚果本身的风味也很浓郁。黄金蛋炒饭，刚刚我们的饭已经先拌过了所谓的蛋黄，那颜色很漂亮，而且它会炒起来，每一颗饭粒上面都会有蛋香。我们就是今天会用的是苦茶油，苦茶油它也是很耐高温的油，同时是 Omega-9的油。然后因为它会有一些特殊的香气在，也是很棒的香气，所以在加热之后，其实风味会变得更好。然后对于我们肠胃道的保健也是很好。对。那但是我们有一个关键哦，我们一般就建议大家冷锅冷油，就是先不开火，把油倒下去，我们把大蒜放下去。当我们看到大蒜的旁边开始冒一点点小气泡的时候，有没有代表它的温度大概就是120左右？这个时候继续再来放料理，让它稍微降温，而且慢慢拌炒是最适合的。那这个目的呢是保持所谓的油不会因为瞬间的高温而容易所谓的发烟，容易开始裂解，所以让它慢慢的油温上升的时候是最安全的。所以我们的苦茶油一般在家里适合做哪些料理呢？苦茶油很适合来像今天做炒饭，一般我们来炒菜或者做一些汤品，做菇类的汤品也是非常棒。所以一般家里麻油适合做哪一些料理呢？麻油的用途其实非常广哦，当然包含我们一般炒东西啦，像今天炒这个3杯，或者是做汤品，其实都很适合。那过去很多人会误会说麻油是不是很燥？事实上是因为麻油本身是比较平性的食物，只是说呢，过去我们习惯用大火去爆香，第一个它味道是真的很香，但是它温度过高，反而油就坏掉了。油坏掉之后，就会让身体变成有一个燥热的概念。所以专业的品油师还有专业的营养师的意见，其实煮菜它不应该是非常强烈的。对，尽量从温度慢慢上升，然后很优雅的这样做菜就可以了。对身体是最好的。对身体是最好的，没错。
这个时期呢，对于油品的烹饪有几个大重点。第一个就是低温，然后好油，还有呢？好油的部分重点是 Omega 3跟 Omega 9哦，因为我们在外面吃饭可能比较多的用到就是沙拉油，还有 Omega 6也很好，但是过多反而造成身体的发炎，所以自己在家里烹调的话，建议多用橄榄油跟苦茶油，增加 Omega 9。然后另外呢，像坚果种子类还有亚麻仁籽油可以提高 Omega 3。平衡之后，其实我们身体的3、6、9平衡之后，身体的健康状况就会提升，免疫机能也会更好。